注意看，这时小可爱刚刚出生不久，幼小的它真像一只小老鼠，在母亲的怀里不停盘动着。原来它是一只呆萌的小熊猫，它爬到枯树上，却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呆萌的小可爱还会爬到树杈上，它四脚朝天，悠哉地啃着树皮，时不时还发出嗷嗷的叫声。这天，熊妈妈不小心踩到陷阱，它被牢牢地困在陷阱里。小熊猫吓得爬上树，熊妈妈不停地挣扎，可无济于事。小熊猫在树上看着可怜的妈妈，却不知所措。突然走来几个人类，对着熊妈打了一枪麻醉针，然后给熊妈戴上电子项圈。原来他们是动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只是想更好地保护熊妈妈。但小熊以为妈妈遭遇了危险，他吓得不敢出声，只能呆呆地看着树下的妈妈，无助的眼神里就快要泛出泪水。很快，熊妈妈醒了过来，她带着小熊走在森林里，可眼前出现一个捕猎夹，熊妈不小心踩了下去，疼的熊妈发出一阵阵嘶吼，捕猎夹被铁链牢牢拴住，熊妈不停挣扎，可却还是无济于事，哀嚎声传遍了整个山谷。此时，电子项圈发出了危险的信号，保护区的人即刻前去营救。这时，两个偷猎者发现了熊妈，他一枪打去，被同伴拦了下来。枪声让保护区的人听到，保护区的卡西来不及多想，直接前去营救。偷猎者抱着小熊猫就要离开，这时卡西赶来，却被偷猎者打了一枪。万幸的是，只打到了卡西的大腿。于是他们赶紧呼叫直升机前来营救。他们先是把熊妈和卡西带回去治疗。此时，偷猎者把小熊猫带走，而老爷爷带着小美和小帅前去营救。老爷爷一路追踪，找到偷猎者的老巢，发现此时只有一个偷猎者。于是小帅偷偷潜伏，来到偷猎者老巢的上方。他故意让偷猎者发现自己，然后趁偷猎者不注意，小美从身后飞了一枪麻醉镖，刚好命中偷猎者的要害。很快，偷猎者直接昏迷倒地。之后，小帅成功把小熊猫给救了下来。他们抱着小熊猫一路返回。此时，直升机飞来，小帅不停地向天空示意呐喊，可飞机声音太大，根本就听不到他们的呼叫声。另一个偷猎者回来，发现小熊猫不见了，于是赶紧追了出去。就在小美抱着熊猫走过木桥时，被追来的偷猎者一枪打来，吓得小美脚下的木板断裂，差点掉下急流的河水里。小帅急忙抓住小美的手，可小帅的力气实在太小了，很快就坚持不住。他不但没有救下小美，还带着小熊猫一起掉下急流的河水里，吓得偷猎者仓皇而逃。他们被河水快速的冲走。万幸的是，他们被冲上了岸，但他们却在森林迷失了方向。小美拿出电子项圈，试图发出求救信号，可电池松动，打不开项圈。于是小帅抢过项圈，想要弄好电池，没成想把小电池给弄掉进水里，这让小美很是生气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抱着熊猫顺着河流寻找方向。另一边的卡西也在不停的寻找他们，但怎么也没发现他们的踪迹，无奈只能先回保护区。小帅和小美走累了，就坐在树下休息，而小熊猫一路被抱着过来，它呆萌的样子在开心的玩耍。然而，两个偷猎者也在寻找他们的踪迹。男孩抱着小熊猫准备走过一个独木桥，没成想脚下一滑，两人带着小熊猫再次被急流的河水冲走。经过一段漂流后，他们终于走到岸边，身上全部是泥巴和杂草。这时，小美感觉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于是赶紧扒下来一看，原来是蚂蟥，吓得他们赶紧脱掉外衣。之后，他们走到一片麦田里，小美相信附近一定有村庄，结果还真的出现了当地的村民。可是她看到被踩坏的麦田，很生气的怒诉小美他们。可当她看到地上的小熊猫之后，觉得小熊猫是吉祥的象征，于是把他们带回了村里。当地的小朋友看到卡西抱着小熊猫，都在热情的欢呼着，之后还盛情款待了他们。可小熊猫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，卡西拿面包给它吃，可熊猫并不吃面包，因为天气比较晚，好心的村民让他们在村里住一晚，明天再赶路。可这时小熊猫已经变得非常虚弱，小帅找来一瓶牦牛奶，可是熊猫对牦牛奶根本不感兴趣，看着可怜的小熊猫，他们也无法入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村民对着小帅小声的说着什么，原来是两个偷猎者找来了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村民将他们用麻袋包裹着，没成想小熊猫从麻袋溜了出来，小帅急忙抱住熊猫，却被偷猎者给发现了。小帅带上熊猫跳上马车离开，没成想马车在半路上一路颠簸，导致车马分离，他们被弹出马车。万幸的是他们没有受伤。这时保护区的丛林就出现在不远处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熊猫，他们要尽快把小熊猫送回保护区，于是一路跨越陡峭的悬崖。这时两个偷猎者追上了他们，
偷猎者上前抓住小帅，把熊猫抢走，却被小帅用棍子打倒在地，现场一片混乱。小美想抱走熊猫，可却被偷猎者抛向空中。万幸的是，小熊猫被挂在树杈上，而小美也被偷猎者差点推下悬崖。就在危险时刻，卡西帅气的出现，一脚把偷猎者踢飞倒地。这时，小熊猫挂在树上，危在旦夕。小帅急忙爬到树枝上，树枝摇摇欲坠，他不顾危险地爬向小熊猫。最终，在卡西的帮助下，他们成功地把小熊猫救了下来。最后，偷猎者被绳之以法，而小熊猫也回到了妈妈身边。如果没有人类的贪婪，那么我们的小熊猫应该会更幸福。希望每只动物都应该得到保护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讲到这。